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普老师，非常欢迎来到阿普说创业。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阿普老师要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在创业这一块的一些心得和思考。首先第一点，那么很多人呢都把营销想得难上加难，其实呢无非也就那么点东西，也就那么回事，就是呢把自己擅长的点表达出来，放到网上呢去传播。那么只要你的东西真的是对别人呢有用的，那么就会自然的推广开来，带来粉丝持续性的一个增长。那么我们呢确实应该感谢现在这个时代让普通的草根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逆袭。像李佳琦薇娅他们都没什么背景都是其中做的不错的一些代表而你要做的呢，不过就是把自己擅长或者是想去擅长的这个东西呢，通过互联网给它呈现出来，展现出来，推广出去，然后呢就是聊天收钱。这是讲到的第一点思考。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像某多多他的一个老板是谁呢？黄峥对吧？他的身价呢已经超过了马云了。那么从这件事情呢，阿普老师不知道大家能够悟出什么小道道。简单来说一下我的一个感悟不要试图用高手的规则去击败高手，要尝试着跳出高手的规则，建立起自己新的体系。恰好呢，某多多他是创造了一套全新的电商规则。那么这跟这个黄峥他的一个审时度势以及对人性弱点的一个精准的拿捏是有脱离不了的关系的。那么虽然说现在很多人呢非常的讨厌这套规则，甚至讨厌某多多但是的话呢，你不得不承认它的强大以及存在的一个必然。所以说阿普老师简单总结，那就是不要向外求，而是向内求。决定你牛不牛逼的不是你跟你的竞争对手比起来是否强大，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满足市场的需求，解决市场的痛点。接下来再来讲一下下一点思考。那么上天的话呢，总会眷顾那些愿意为了自己想法死磕到底的人。如果说你觉得没有的话，那是你还不够努力的或者说努力的时间呢还没到，好吧？那么再来讲一下下一点思考那么阿普老师呢和大家来谈一下关于网络世界的这样一个虚和实。从产品角度而言，虚指的是什么？虚拟产品。实指的是实物产品。那么从意识形态来讲，虚它指的是思维方法，实指的是什么？落地的流程。那阿普老师呢就不深入的去探究了这里呢主要针对后者做一个简单的剖析。相信呢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吧，那就是一个公司的管理层，尤其是老板，往往都是给人感觉比较虚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这些人呢除了会耍嘴皮子，对吧，指手画脚，从来呢就不会实干。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的。那么有很多老板都是从基层的实干做上去的。那么当然也有一些直接做到高层，但只要他能够在高层站得住脚，就证明他是有这个能力，能够驾驭得了这个位置。那如果说你会做你只会做，但是的话呢没有一个大的思维框架和正确的意识形态作为指导，那阿普老师敢说你最多只能够做到一个业务经理的级别。那么做老板是远不称职的呀。你可以把老板理解成虚你可以呢把员工理解为实，虚实结合才能够保证一个公司最好的运转，缺一不可。那么做项目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说只有流程没有方法论，那么你只能成为一个赚钱机器。如果说你既有方法论又有流程，那么你就能够让别人成为你的赚钱机器。那么以上阿普老师讲的可能有点玄之又玄的，懂的自然懂，不懂可以多揣摩，多去经历。
那么再来讲一下下一点思考。那么有些人羡慕阿普老师能够张口就来，问啥都会啊，好像呢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这样一个项目透析能力。那这群朋友呢，忽视掉的是我曾经呢连续花掉2年时间在走弯路上面，学费也砸了不少，最终呢经过快1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才在这个行业站稳脚跟。当然不是说你必须呢得花我这么长时间才能够在互联网上赚到钱。任何一个正规可长期操作的一个项目，理论上你只需要每天坚持10多个小时，3个月就可以稳定的1个月过万。那么越往后赚的越多，而且越轻松。如果说你没有做到，要么就是方法有问题，要么呢就是付出不到位这是经过圈里面新人无数次验证过的，包括我们的创业特训营里面的一些徒弟也都验证过的。你不应该怀疑这个数据它的一个准确与否。你要做的是什么？要想清楚你自己究竟该如何去做，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这里呢插一个小案例阿普老师曾经呢在一个报道上面看到国外有一个走钢丝的大师，一生的话呢走钢丝基本上是零失误。那别人对他既崇拜又质疑，在职业生涯的末期他突然一改平时呢无所谓别人如何去指指点点，努力走好钢丝的常态，开始怀疑他自己。结果呢在最后一次走钢丝的时候不慎跌落坠亡。所以说阿普老师想表达的是什么？那就是相信你就能够做到，把一件小事情聚焦重复无数次，那你就能够成为这个领域的大神。这不是鸡汤这是事实。当然前提是什么？你必须得去做吧，是不是？那么更多的赚钱干货和思维，大家可以来阿普老师的朋友圈查看，关注阿普老师，潜移默化当中形成你自己的赚钱思维。我会365天陪伴着你。关于如何赚钱，如何快速找到适合自己的赚钱项目，如何营销推广，阿普老师有一份专门指导网络小白的课程，简洁明了，一学就会。